央视财经公众号消息，国庆中秋长假刚过，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候，很多人开始咨询节后的旅游市场和出行价格。记者在广西发现，不少线路的机票折扣力度很大。记者9日查询多个机票销售平台后发现，节后1周内，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出现较大折扣，部分线路低于高铁票价。以南宁机场为例，飞海口最便宜 0.8 折只需95元。此外，南宁飞往贵阳、郑州、厦门等地也都出现了200元左右的低价票。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工作人员黄志远表示，大部分航线，比如北京、上海、杭州、西安航线已经回落至3折水平，长沙、厦门、济南这些航线已经逐步回落到2折水平，价格普遍不高于600元。记者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大伙的出行热情高涨，不少航空公司的航班量已经恢复到了往年的正常水平，但还是有不少人选择节后错峰，选择性价比更好的时间段出行。相关数据显示，本周末以及下周末都会出现小小的出行高峰期。扬子晚报报道，21岁的徐州睢宁女孩小娇，为了让自己更美一些，便下定决心去整容机构花10余万做隆胸手术、隆鼻手术及 M 唇手术。本以为一套手术之后，整个人可以脱胎换骨，却不成想手术发生意外，从此人生定格在整形手术台上。这是10月3日发生在常州瑶瑶沐颜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的一桩悲剧。前些天因为其闺蜜的一则网贴，事件受到不少人关注。10月10日，当记者掌握了大量实证，去沐颜医疗整形进行调查时，该医疗整形机构居然谎称根本不知道这事，还表示网贴是在诽谤，他们已经请了律师要追究发帖人的法律责任。10月6日，一位网名为洋洋36的网友在常州本地论坛上发了一篇帖子，20岁花一样的年纪，人死在手术台上，还在敷衍和推卸责任，曝光了一起整形事故。发帖人称，她的闺蜜死在了手术台上，但整形医院却在敷衍和推卸责任。10月9日下午，扬子晚报子牛新闻记者从常州警方了解到，10月3日晚间，常州警方接到报警，报警人是常州沐颜整形机构的有关人员。该机构向警方反映，有个女孩在他们机构做美容整形手术发生意外，现场施救效果不佳，女孩被送往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急救。接警后，警方赶到整形医疗机构进行了解。发生事故的女孩今年21岁，是徐州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澎湃新闻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背景下，山东青岛疫情近日加剧。澎湃新闻梳理发现，9月24日，青岛市在对青岛港大港公司进口冷链产品装卸工人进行定期例行检测时，发现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10月11日，青岛市又发现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随后，青岛将上述3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和市胸科医院相关人员作为高风险人群进行重点监测，共排查到密切接触者和市胸科医院所有在院患者及陪护人员377人，其中新增核酸检测结果阳性9人，包括8名市胸科医院在院患者及陪护人员，1名患者家属。经专家组判定，其中4例为确诊病例，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青岛市卫健委通报称，截至10月11日23时，青岛市共发现6例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澎湃新闻注意到，山东正调集全省流调和检测方面的机动力量，赴青岛提供支持。2020年国庆中秋8天长假期间，青岛市共接待游客总人数447.58万人次，实现游客消费46.45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下降40.92%、50.21%。腾讯新闻报道，今年暑假，山西省长治市将把裸眼视力和体重考核结果纳入中考总成绩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有网友质疑此举涉嫌基因与经济双重歧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导向。这2项考核考生最后得分差距并不大。
主要是起到一个导向作用，引导青少年自觉加强体育锻炼，保护视力，提高身体素质。面对公众质疑，长治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将裸眼视力和体重考核纳入中考，是长治市中考改革的一部分。2019年6月，长治市宣布，从2022年开始，本市中考将增设学生综合素质评价50分，其中身体素质占20分。这20分包括10分的过程性评价和10分的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重点考察学生参与各项体育活动、心理健康表现等情况，结果性评价主要考察学生体重、裸眼视力情况，各占5分。引发社会争议的是身体素质评价中的这一部分。对裸眼视力的考察，最高分和最低分最多相差2分。我们将裸眼视力分为3档，大于等于 4.9 为正常视力，得5分；4.6 到 4.8 之间为中度近视，得4分；小于等于 4.5 为重度近视，得3分。长治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潇湘晨报报道，2018年12月8日，广东郭女士母女的捷豹 XC 加长车停在家门口的车位，并加盖了车罩。当天晚上，大致夫妻饲养的2只狗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对捷豹车疯狂撕咬加爪子抓挠，整整撕咬了40多分钟。期间，大致夫妻一直未出现，造成捷豹车底高度传感器线束咬断，方向机传感器线束咬断，插头咬爆，左右前大灯和前杠、机盖、左右前叶有明显咬痕，并有爪子刮花痕迹，尤其是前杠和左右前叶咬痕已见底色。眼看爱车被撕咬得面目全非，郭女士母女心疼不已，找到狗狗的主人大致夫妻进行交涉。大致夫妻知晓定损金额后，并没有直接赔偿，而是提出4个方案让郭女士母女选择：骗保、贱卖车辆、将车送到指定的2家 4S 店维修。郭女士母女认为，大致夫妻指定的 4S 店均不是捷豹官方 4S 店，不可信，而对骗保的建议更是坚决拒绝。2018年12月21日，大致出具了一份车辆损坏赔偿协议，拟赔偿损失金额79789元，从此2者两清，并要求开发票给第三方的一个公司。郭女士母女认为此协议不合理，双方不能协商一致。郭女士母女遂向白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大致夫妻赔偿修车费145898元。大致夫妻认为车辆只要修好能用即可，而郭女士母女要求更换原装零件，导致费用不一致，由法院根据鉴定意见书来认定。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8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大致夫妻对其共同饲养的狗破坏车辆的事实没有异议，应当向郭女士母女赔偿因两狗破坏车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最终法院判决大致夫妻共同赔偿郭女士母女111884元。海峡导报报道，央视11号晚间7时40分播出焦点访谈，称李梦居除了商人的身份，还有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的身份。2019年8月18号，他搭乘飞机前往香港，刚好参与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反中乱港活动，看见有黑衣人集结，为了拉近与对方的距离，甚至特地学了一句粤语，在现场发送传单。李梦居在节目上声称，当时觉得台湾政府支持这件事情，因此想当成政治献礼，以提高身份地位。报道中提到，李梦居还涉及非法拍摄照片，拍下深圳秘密级的军事机密，包含部队集结点、主战装备与数量。境外势力可以依此推算部队级别、规模、战力与意图。大陆官媒通报，近期破获数百起台湾间谍窃密案，并逮捕一批台湾间谍。对此，台当局安全机构11号晚间经简短回应，对于有关国安事项都会持续关注并留意后续发展。台当局陆委会则叫嚣，这是无稽之谈，栽赃我方人民，并声称有关李梦居遭陆方相关单位关押一事，陆委会自事发后给予李梦居家属保持联系，掌握案件进展，并提供必要之协助。
澎湃新闻报道，青岛市卫健委网站10月11号上午发布消息，2020年10月11号，青岛市新增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其中2例系医院在对普通就诊患者进行核酸检测时发现，1例系在对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及时核酸检测时发现。经流行病学调查，专家组初步判断，以上3例无症状感染者与青岛市胸科医院相关联。该院部分独立区域承担着收治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任务，具体感染源正在进一步排查中。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11号上午，青岛市发布新增3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消息之后，国内多地相继发布提醒，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青岛市。上游新闻报道，10月10日，陕西汉中一名10岁男孩在网上发帖求助，自称其无人照顾，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其申请最低保障，并称自己是最苦的、最难受的孩子。男孩不太工整的字体写了2页纸，经翻拍在网上公布，目前无法获悉此举是否系男童自主行为。男孩自称在汉中市汉台区铺镇某小学上5年级，由于父亲、外公外婆相继去世，自己被送人抚养，但寄养人后来有了孩子，自己又被送还给母亲。由于母亲改嫁有了孩子，新家庭无法接纳他，此前他独自住在一处出租房内。男孩称自己只有10岁，无力独自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其度过困难时期，直至18岁能独立生活。此外，上学路太远，夜路黑，无人接送，自己害怕，希望能得到帮助。10月10日下午，上游新闻记者分别向汉中市教育局、民政局及孩子所在镇政府进行求证此事，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不知晓此事。记者随后将男孩的求助信息发送对方，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将立刻核查。10月11日，记者得到反馈信息，男孩所述事情属实，当地教育部门已经启动相应措施，并协调学校为孩子多备一份晚餐，尽快将其转到离家较近的小学。民政部门也已经介入，为其追加相应补助，并与男孩母亲进行了沟通。目前，男孩母亲已经答应照顾儿子。中国新闻网报道，据胡润百富微信号12日消息，2020胡润中国10强消费电子企业公布，华为以1.1万亿价值成为中国最值钱消费电子企业，小米以4340亿价值排名第2， vivo 价值首次超过 OPPO， 以1750亿排名第3。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中国消费电子领先品牌是在海外认知度最高的中国品牌，特别是华为、小米、vivo、OPPO、联想以及畅销非洲的传音手机。胡润进一步称，受美国制裁影响，华为面临不小的困难，价值从去年的1.2万亿下降到1.1万亿。华为消费者业务以手机为主，去年华为含荣耀智能手机发货量超过 2.4 亿台，市场份额达到 18%， 居全球前2， 5G 手机市场份额全球第1。10强消费电子企业中，5家做手机，包括前4名以及第6名畅销非洲的传音。5家公司去年智能手机出货总量 6.2 亿部，占全球 40%。区域方面，以深圳和东莞为主，大湾区占10强中7席，其中深圳5家，东莞2家，北京有2家，厦门有1家。另外前5名仅小米1家上市公司。江西日报报道，关于对塘溪村黄幼喜的通报批评，2020年10月6号上午，塘溪村王古行族黄幼喜在女儿出嫁庄郎仪式上，用筛子盛着人民币26万元陪嫁现金，并被网友拍照，以抖音视频上传到网络上，后被举报到鄱阳县宜丰一族领导小组办公室。黄幼喜在嫁女时晒出巨额陪嫁现金的行为，违反了婚事兴办的社会公序良俗，助长了人们炫富攀比的拜金主义不良社会风气，并在全县造成了不良社会负面影响。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扎实推进全乡移风易俗工作，特对黄幼喜进行全乡通报批评，并将该事迹在塘溪村移风易俗宣传栏红黑榜上以黑榜张榜公布，望全乡各村委会、红白理事会以此事件为戒，做到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切实做到婚事兴办、丧事减半、他事不办的标准，为做好侯家岗移风易俗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共同努力。特此通报侯家岗乡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界面新闻报道，青岛新闻网微信公众号青岛辟谣网络平台10月12日表示，今天几张有关青岛疫情的数据图表在朋友圈流传，有图表中显示青岛累计确诊71例，不少人误以为是本次疫情的数据。经查证，累计71例是年初疫情爆发以来青岛的确诊总量，并非本次疫情的确诊数量。提醒市民和广大网友及时关注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众志成城，共同阻击疫情。另据青岛市卫生健康委10月12日发布消息，截至10月12日12时，全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132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全部完成核酸检测，其中9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澎湃新闻双节前夕，青岛港发现2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青岛市官方一方面在全力控制疫情，另一方面希望双节旅游不受影响。青岛官方发布称，全市各文旅经营场所和举办的文化旅游活动平稳开展，未发生无序聚集和疫情防控隐患。青岛市卫健委通报称，截至10月11日23时，青岛市共发现6例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到目前发现的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而市胸科医院不分独立区域承担着收治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任务。澎湃新闻注意到，山东正调集全省流调和检测方面的机动力量，赴青岛提供支持。山东省委省政府已经在青岛设立前方指挥部，青岛市正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全面彻底排查可能的感染者，以尽快实现城区人员检测全覆盖。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今天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68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持续蔓延状态，随着国际航班陆续恢复直航北京，疫情输入风险增加，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仍是当前本市疫情防控重点。提醒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出境。在此提醒市民朋友，青岛市正在进行大规模核酸筛查，近期如无十分必要，建议不要前往青岛旅行及出差。近14天内有青岛旅行史的市民朋友，请注意做好自身健康检测，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及时前往发热门诊。对于青岛来京就诊的朋友，在就诊时请主动告知医生居住地情况及接触史，特别是有无青岛市胸科医院就诊住院史。请9月27日以来去过青岛并乘坐过车牌号为鲁优 T4923 出租车的朋友，主动联系所在社区或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10月1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5例、辽宁4例、广东3例、河北2例、山西2例、北京1例、天津1例、内蒙古1例、福建1例、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42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30例，现有疑似病例9例，累计确诊病例302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799例，无死亡病例。截至10月11号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30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2例，境外输入29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7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755例。界面新闻报道，据青岛卫健委消息，
截至10月11日23时，山东省青岛发现6例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据央视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工作组赶赴青岛，指导当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另据东方今报报道，有网友爆料称，青岛胸科医院拍 CT 消毒不彻底，造成感染。记者向青岛胸科医院求证，工作人员否认了此事，没有此前这回事儿，不信谣不传谣，以政府公告为准。健康时报11日消息，青岛市胸科医院已停诊。该院胸科门诊的工作人员称，医院全部科室已经停诊，开诊时间需要等具体通知。健康时报客户端报道，2节期间，青岛接待游客447.58万人次，他们从哪儿来？据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监测数据显示，10月1日当天，青岛汽车总站投入200多部加班运力用于省内各条线路加班，60至90发送100余个班次，发送旅客3000多人。汽车总站所属各车站发送旅客3.5万人次。10月1日至8日，青岛机场共保障航班3999架次，运送旅客51.7万人次。旅客高峰日出现在10月4日，当天旅客吞吐量为6.7万人次。此外，10月2日开始，青岛举办了为期2天的2020青岛凤凰音乐节。9月26日至10月5日期间，从各地进入青岛人员最多的3个地点均在山东省内，分别是济南市、潍坊市、烟台市3个城市。外省来青岛人员最多的城市为太原市，也是进出青岛人员数量排名前10城市中的唯一一个外省城市。10月12日，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提示，凡9月23日以来从青岛城区来烟返烟人员，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在做好自我防护下，自行到医疗机构或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截至10月11号23时，山东省青岛发现6例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已经派出工作组赴青岛，指导当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国内媒体报道，日本读卖新闻10月8日称，日本政府计划下个月取消对中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禁令。随后，日本将取消对中国旅行禁令立刻登上了微博热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旅行禁令到底意味着什么？外国游客真的可以前往日本了吗？禁令的解除与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事实上，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日本政府考虑从下个月开始对中国等12个国家地区解除渡航中止。所谓渡航中止，实际上它指代的是日本政府在疫情期间设置的第3等级旅行限制。这一方面说明日本政府认可12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防控，另一方面也窥见日本有意推进与中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经贸、人员往来等。因此，所谓的旅行禁令取消，并不是真的取消，只是危险系数降级罢了。陕西都市快报报道，10月12日消息，记者从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双王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近日街道办发布通知，淮崖社区3家共6头奶牛步病检测呈阳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条例》，对其奶牛进行隔离处置。今年9月，西安一位2岁女孩彤彤因为喝了奶奶买的街头现挤的羊奶，高烧惊厥，最后被诊断为布氏杆菌病。近2年，这种病例时有发生。医生告诫大家，街头现挤的羊奶、牛奶都不宜喝。医生提醒，一定不要直接饮用现挤的牛奶和羊奶，就算自己在家将其煮沸后饮用，也不能完全保证它是无有害菌群的，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饮用，以免有感染步病的风险。北京头条报道，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日媒报道，11日，2艘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内追逐日本渔船。有记者就此事询问，赵立坚回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是中方的固有权利，日方对此应予以切实尊重。
澎湃新闻报道，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提问，据报道，加拿大司法部8日称，加法院已裁决支持司法部不向孟晚舟的律师提供大部分涉及保密特权的文件，包括加美政府部门间相关电子邮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加拿大方面以所谓保密特权为由，拒绝披露孟晚舟事件相关信息，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典型的欲盖弥彰。加方虽标榜坚持所谓法治原则，但在孟晚舟事件上一再拒绝公布更多真相，难道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如果加方真正尊重法治，就应该尽快同意披露案件关键证据信息，让更多加拿大民众了解整个事件的全貌，而不是人为涉阻、遮遮掩掩。澎湃新闻报道，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杨军案进展一事提问。赵立坚表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2分院经依法审查，于2020年10月7日对澳大利亚籍犯罪嫌疑人杨军以间谍罪向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依法立案受理，目前案件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中方有关部门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杨军的各项合法权利。浙江之声报道，10月6日15时许，温州平阳藤椒镇金田社区与赤岩山村胡豆自然村交界的溪边，1987年出生的藤椒青年马家瑜跳进湍急的水流中救人。落水的一家3口，母女2人成功获救。马家瑜在试图施救最后一位落水者时不幸遇难，他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33岁。10月9日下午，温州平阳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藤椒镇党委政府向马家瑜家人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并送上了相应的慰问金。提起马家瑜，村民们惋惜摇头，太可惜了，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总是为别人想，特别热心肠。在朋友们的眼里，马家瑜是个特别仗义的好兄弟。好友苏建说，朋友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他总会出手相助，有什么事也总是冲在最前面。这次救人也是他跑得最快。得知儿子离世，2位老人悲痛而震惊，几日来茶饭不思。但渐渐的，许多人告诉他们，儿子是因为救人牺牲的。一开始他们不相信，后来镇里来了人，县里也来了领导，他们才真的相信。拿着授予他儿子的荣誉证书，马显月说，儿子因为助人而失去生命，是光荣的。法制现场报道，一般人遭遇诈骗后第一反应是打110，但也有人因为过于相信网络信息，选择上网上搜索报警方式，结果遭遇2次诈骗。现住在江苏苏州昆山18岁的李某某，9月底在玩游戏时，被游戏里的朋友骗了200元钱。没想到李某某想上网搜索解决办法，他在网上看到一个自称网警的人留的 QQ 号，加了对方后，李某某将自己的遭遇跟对方详细说了。过了不久，对方就给李某某发了一个截图，说已经把骗子的账户冻结了，但是必须要先解冻才能把钱退给他。之后，网警给了李某某一个银行账户，说往里面转钱才能帮助解冻，然后给他退钱。李某某信以为真，第一次就转了近1万元，对方说不够，于是又转了15000元过去。转完钱后，对方迟迟没有回应。这时，李某某终于反应过来了，自己被骗了，这时候才到派出所报了警。今年25岁，在苏州常熟工作的胡某更是倒霉。9月底被网络诈骗9万余元钱后，胡某也在网上搜索网络诈骗的报警渠道，同样也是添加了一个网络报警平台的 QQ 号，结果最后又被骗了16000余元，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目前2起案件皆在进一步侦办中。新华视点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在12号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将于10月13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持续深入融合，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更为广泛。虽然近年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但在现实生活中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安宁，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问题仍十分突出。为及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待，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将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的原则，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保障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职责，并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将进一步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形成更加完备的制度，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湖南24小时报道，10月7号17时20分许，杭州下城区东新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求助电话，说是一位老人昏倒在地上。值班民警裘一平立即出警，裘警官赶到现场后，对老人进行耐心询问，但是老阿姨自己也是一脸问号。好在她身上也没有明显伤痕，应该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任阿姨身边还围着的几位热心市民向民警介绍情况，发现时她蜷缩着倒在地上，表情痛苦，虽然醒着，但意识不是很清楚。她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会摔跤，是不是被车撞了，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虽然路人试图帮助她，但老人只能想起来自己姓任，其他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大家都没看见任阿姨倒地的过程，但从现场情况来看，任阿姨没有被撞的伤痕，应该是自己晕倒的。由于现场周边正在施工，没有监控可以查看事发经过，这事很可能成为一个谜。裘警官怕阿姨着凉，慢慢地把她扶起来，将她送上警车，先带回派出所安顿一下。在派出所想方设法之下，裘警官终于找到了任阿姨的家人，联系上了，告知情况。任阿姨的家人立即赶来东新派出所，将她接回家，同时对民警表示感谢。裘警官说，主要还是路人发现和照顾了任阿姨，这事儿还是要感谢好多不知姓名的热心人。中央政法委长安健微信公众号报道，近日，长安健在全国扫黑办采访时了解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共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 20.7 万起，推动攻克2015年前陈年积案命案 8.08 万起，其中20年以上积案1274起，10年以上7905起，陈年命案2669起。积案命案不破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长安军独家专访了全国扫黑办。2018年11月，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的一则通报引起社会关注。通报显示，海林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室原副主任陈志伟涉恶腐败案中，陈志伟在25年前曾犯下一桩持枪杀人案，包括时任海林市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帮助其掩盖罪行。1993年1月，陈志伟因争抢麦克风和人发生争执，推搡中，陈志伟拔出手枪连开3枪，第3枪正中一个19岁女孩的心脏，女孩当场死亡。案发后，陈志伟的父亲向当时的海林市委书记孙登学请托帮助。就这样，当地检察院出具报告给出了陈志伟因制止流氓滋扰鸣枪示警误伤致死一人的荒谬说法。多年来，陈志伟犯罪团伙违法高息放贷，借机强取豪夺，非法获利数额巨大。陈志伟涉黑案目前正有序推进。2018年，陈志伟涉黑组织被打掉后，当地共有49名公职人员被立案查处。专案组在向全国扫黑办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分析到，如果当年就把陈法办，这个涉黑组织就发展不起来。全国扫黑办表示，陈志伟案是一记警钟，时刻提醒我们，积案命案往往与政法机关司法腐败如影随形，积案命案不破，法治难彰。澎湃新闻报道，10月12号，上海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发表微博表示，美国签署大巴林顿宣言，中国青岛实施全民检测，在不平衡中看到共同点。张文宏称，在全球疫情不平衡之际，会出现观念上的撕裂，此时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
在不平衡中看到共同点也非常重要。这个共同点就是如何对脆弱人群实施保护的同时，逐渐开放国家和世界。张文宏进一步表示，世界在经受着新冠大流行，经过长达9个月的世界关闭与部分停摆，也仅换来目前的局面。长期维持世界的停摆，势必会带来卫生健康相关和经济政治相关的不良结局。大巴林顿宣言提到，在疫苗问世之前继续采取封闭措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弱势群体首当其冲。大巴林顿宣言只是提到了卫生健康的损害，还没有提到其他，但是全球来讲不得不接受大流行的现实，并提供最低成本的群体免疫就成为最优选项。在张文宏看来，划定重点保护人群，同时降低群体免疫阈值，未来是全球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中国由于早期抗疫比较成功，目前全球范围内基本没有本土传播病例，即便出现青岛这样的局部疫情，也可以通过扩大检测来获得动态清零，实现最具成本效益的抗疫效果。